今天听播客的时候，听到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观点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过去那些我认为充满善意、鼓励的话，原来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。而那些我隐约觉得有点怪的感觉，原来有人也经历过。所以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感受被肯定了，而不是一直陷在自我怀疑、自我否定里。在说他的观点之前，我想先聊一聊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。我们都是家族里面比较珍贵的一个女孩，因为家族已经很久没有新生女婴了，所以我们的到来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喜悦。他们会觉得说，哦，终于生了个女孩了。所以作为家族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孩，我们是比较受家里人疼爱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作为女孩，我又经常听到这样的教导，就说，女孩子要勤劳，要会做家务，长大之后最好当个老师或医生，然后不要嫁太远，等等。一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认为那是家人对我朴素而善意的教导，所以听多了也就慢慢接受了，认为女孩就应该这样。所以小时候我很听父母的话，他们让我做家务就做家务，干农活就干农活。我记得以前我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，经常听到村里人对我父母说，有个女儿就是不一样，我要是生个这样的女儿就好了。然后我的父母会说，是啊，儿子就是靠不住，整天就知道出去玩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那时候我把这些话当作表扬。可随着慢慢长大，我开始感到有点矛盾。一方面我觉得家人是爱我的，他们也经常会说这样做是为你好，这样说是为你好。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女孩子要被教导这么多规矩，而男孩子不用？这是我在后来的生活当中慢慢观察到的。我不知道是自己的感受错了，还是什么东西错了，而且我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，所以这种模糊又混沌的感觉让我一度很痛苦。直到我听到这样一个观点，他们让你去当老师、当医生，是希望你成为这个家族的照顾者、服务者。他们觉得有个女儿真好，是因为女儿能帮着分担家务。他们不希望你嫁得太远，是他们怕儿子出去工作打拼后，他们的晚年没有人照顾。我发现这样解读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因为当我试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，之前那种觉得很怪的感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。至于我父母是不是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带着一种不自知的偏见，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养育男孩女孩上存在着偏见。这能怪他们吗？好像也不能，因为社会也存在着这样的偏见，社会也在规训女孩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，而给予男孩的包容度和自由度却要大得多。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样一件事情呢？一方面我很开心我的感受得到了肯定，我能说清楚那个我觉得很怪但说不清的东西。另一方面他也在提醒我时刻觉察自己，审视一下自己在某方面是否也带着一种不自知的偏见。